基辛格刚回到美国，布林肯就急着求见，一个细节说明中美关系或破冰成功。大家好，我是肖映华。近日在出席阿斯彭安全论坛时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，在7月份的最后一周，他将听取基辛格这次访华所取得的成果，以及一些心得，预计未来将会有更多的美国官员开启他们的访华之旅。如果布林肯这番话所言非虚，那么这就意味着，即使基辛格不再是美国政界的一员，但他的外交经验和看法依然会被当作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参考。由此可见，基辛格的政治影响力还是很大的。中国可以通过基辛格向美国传递出自己的观点，从而促进中美两国关系逐渐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。而美国政府也愿意通过这个中间人来调整自身的对华政策。接下来将会有更多美国官员访华，这个小小的细节也说明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或许已经破冰成功了，所以美国才能派遣更多的官员来访华，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加强双方的沟通渠道，建立一种稳定可控的关系。说句实在话，中美关系能够破冰成功，其实再正常不过了。一方面，美国不得不与中国共存，这是拜登政府施政的基本战略前提。另一方面，美国现在至少在2个领域有求于中国。一个领域是在经济上，拜登政府需要中国购买美国的国债。现如今，美国国债的出售变得越来越困难了。以中国为首的几个大国，最近几年时间里都在减持美债，以至于为了一个债务上限，民主党和共和党花了半年多的时间，才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协议。这件事情为什么能拖半年多呢？说明了这就是美国美债卖不动了。所以关于该如何发行和如何使用，这令美国两党非常头疼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作为美国第2大债权国的中国，如果能在这个节骨眼上增持美债，那么这个问题不是说彻底解决，至少不会像现在这么困难了。除了在经济上美国需要中国的帮助之外，在国际政治上，双方其实也少不了深入交流。其实在双边关系上，美国与中国虽然经常会唱对台戏，但双方的合作利大于弊，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。美国那些政客以及经济学家们不会不明白这一点。综合来说，站在美国人的立场上来讲，在不具备和中国撕破脸的条件，维持斗而不破的局面才是最好的，所以他们要加强和中国的沟通。不过双方所有的合作都要建立在平等互利、公平合作的基础之上才行。如果美国继续在中国主权问题上掰扯，损害中方的利益，那么就算美国官员能够轮番访华，最后也只能是无功而返，让中美关系好不容易才破开的坚冰再次冻结起来，岂不是白费功夫了？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